今年以来，中日政商界高层互动频繁，7月以来更掀起一波小高潮，中日官员频繁互访。最新消息指，日本跨党派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在争取8月下旬访问中国。他们表示，希望就两国之间堆积如山的问题进行沟通。中日重现外交热，释放哪些信号？多名相关人士9号透露，由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担任会长的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在争取本月下旬访问中国。目前，日方正协调行程，视乎国内外形势后再决定是否访华。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立于1974年，其宗旨是促进中日友好合作。据悉，联盟方面7月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传达访华意向，中方对他们表示欢迎。预计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及担任联盟事务局长的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都将同行。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他们访华期间将与中方讨论日本人短期来华逗留免签措施，以及日本水产进口等问题。外界注意到，中方已经多次就这两个问题答复日方，希望日方对等向中国公民开放短期逗留免签。7月底，中日外长在万象会面时，中方也再次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重申，强调应确保利益攸关方有效参与、独立取样，建立长期国际监测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接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的二阶俊博，他被认为是日本的知华派，在中国拥有广泛人脉，曾多次访华，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合作。2015年，他率领约3000名旅游业相关人士访华，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大壮举。其实，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这个会员呢，包括来自不同政党的国会议员，其实也是在向中方传递一种讯息，也就是说，不论日本的主要政党这个党首变化如何，其实也不会改变他们这种为促进中日关系改善发展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通过沟通交流来增信事宜。7月以来，中日之间迎来新一轮外交热。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告诉深圳卫视，中国的对日政策始终保持稳定性、连续性，但日本的对华政策则并不稳定，且经常出现消极的情况。比如在不久前的日美外交安全2+2会议、延伸威慑部长会、美日印澳4边机制外长会等会议期间，就出现了许多涉华消极言行和荒谬言论。这些言行做法其实与日本方面承诺推进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日本方面能否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能否将这种就是中日之间已经达成的共识落在具体的这种政策当中，特别是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这样的一个共识落在具体的政策，包括实际的运行当中，其实是最为重要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10号晚的视频讲话中，首次承认乌军正在对俄边境地区发动攻击。面对乌方攻势，俄罗斯方面表示已从库尔斯克州撤离数万人，并在3个州发起反恐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很快就会对袭击俄边境地区的乌军做出强硬回应。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负责人巴利茨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冷却设施因乌军当天的袭击而起火，冒出滚滚浓烟。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表示，遭袭的冷却系统位于第聂伯河畔，与发电机组并不相邻。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基础设施首次因乌军袭击遭受严重破坏。据了解，目前核电站周边的辐射指标仍处于正常状态，不会对附近居民造成任何影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说，乌方的这一行为是对欧洲大陆的核恐吓。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内纵火。他同时表示，目前核电站辐射指标正常。外界注意到，为了打击入境乌军，俄罗斯军方首次将大杀伤力武器在本土投入实战。越境乌军装备了大量北约制式武器，在6号凌晨的突袭中，乌军阵地就出现了几辆德国黄鼠狼步兵车。有观察指出，上一次有德国重型武器进入俄罗斯领土还是在2战时期。黄鼠狼步兵车曾是德军的主力装备，目前已经被淘汰。
另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9号晚，白俄罗斯空军和防空部队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边境莫吉廖夫州发现来自乌克兰方向的10几个空中目标，进入其领空后，立即进入1级战备状态，并摧毁部分目标。其后证实，这些都是乌军发射的无人机。卢卡申科透露，剩余部分无人机飞往俄罗斯方向。Мы подозреваем, что это ударные беспилотники, точно летевшие, нарушив воздуш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еларуси, летели из Украины. Над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Беларуси мы уничтожили. 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乌克兰的挑衅行为可能是在外部势力煽动下采取的，这一举动是扩大本地区当前冲突的危险企图，并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其中。白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一旦冲突扩大，将席卷整个地区，并蔓延至欧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乌方无人机越境后，白俄罗斯军方立即进行了部队调动。总统卢卡申科下令该国特种部队和导弹部队向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移动。根据白俄罗斯国防部11号消息，白俄罗斯一支机械化部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去年，卢卡申科曾经对乌克兰记者表示，只要乌克兰不越过乌白边界，白俄罗斯就绝对不会派兵参与冲突。这次白方军队调动的后续事态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此外，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支持也令乌克兰及背后北约势力有所忌惮。去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应明斯克的请求，莫斯科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与美国长期以来在其盟国领土上的做法类似。今年4月底，卢卡申科表示，俄罗斯已在白境内部署几十枚核弹头。分析认为，此次乌克兰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进入俄罗斯领空，或许是对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底线的试探。值得一提的是，北约对白俄罗斯一直十分不友好，多次干涉其内政。北约多次军演就在靠近白俄罗斯方向，而俄罗斯则是白俄罗斯的重要盟友和支持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间保持着亲密关系。去年6月，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发生兵变，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第一时间出面调解，并主动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与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进行谈判，并接受瓦格纳部队迁往白俄罗斯。在普里戈任遭遇空难死亡后，卢卡申科曾强调，瓦格纳集团的核心力量仍留在白俄罗斯，人数约为1万人。好，再来关注美国大选。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在3个关键的摇摆州领先特朗普，而特朗普的烦心事儿不少。他因为在造势活动中未获授权非法使用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被原唱席琳迪翁批评。相比之下，特朗普之前的老对手，此前宣布退选的现任总统拜登，却在大选白热化的时候开始了他的海边度假之旅。最新民调显示，在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这3个关键摇摆州，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获得了潜在选民50%的支持率，领先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4个百分点。在宾夕法尼亚州，他的好感度在1个月内升高了10个百分点。选民认为他比特朗普更年轻、更聪明，人品更好，性格上也更适合执政。不过，哈里斯并未因为民调领先而轻敌。当地时间10号，哈里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竞选活动上继续火力全开抨击对手。We know this will be a tight race until the very end. And so let's no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polls because we have some hard work ahead of us. But we like hard work. Hard work is good work.And with your help, this November, we will win. We will win. 另外，哈里斯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态度也让他意外获得更多加分项。观察指出，白宫的公关策略是由总统拜登本人扮演白脸，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这直接导致其支持率不断的降低。而不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统哈里斯则扮演红脸，他多次强调关注当地的人道危机，并多次对以色列施压。因拜登而流失的民主党支持者转而回归哈里斯。Far too many civilians have been killed.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竞选活动中，为赢得工薪阶层的选票，哈里斯称自己支持取消对服务业从业者征收小费税。Everyone here, when I am president, we will continue our fight for working families of America.
including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and eliminate taxes on tips for service and hospitality workers. 而由于特朗普6月曾在拉斯维加斯的集会上提过免征小费税，他8月10号发文指责哈里斯是个抄袭者，称对方想不出点子，只会盗用他的政策提案，并称两者区别在于哈里斯口惠而实不至，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才这么说。据悉，小费通常是美国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纳税。美国联邦税务局要求美国纳税人保存每日小费记录，向雇主上报小费，并在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上申报所得小费。除了线上发力，线下特朗普也不遗余力地打选战。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乘坐飞机前往蒙大拿州拉票。该州向来反对枪支管控，曾于2021年签署法律，禁止州和地方执法机构实施拜登政府宣布的枪支管制行政令。这也是特朗普要打的牌。We're going to evict crazy Kamala. Well, she has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a lot of people from Montana would like she wants to take away your guns. You like that, right? 但特朗普此次蒙大拿之行并不顺利，先是其乘坐的飞机在途中因出现机械故障而被迫改道，紧接着他的造势活动又涉嫌侵权，引发风波。在这场竞选集会的热身环节，舞台附近的大屏幕播放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和相关视频片段。该歌曲原唱席琳·迪翁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这种使用方式绝对没有得到授权，并且他本人也不认可此类使用或任何类似的使用方式。他还写道：“真的吗？竟然用这首歌？”有报道指，席琳·迪翁曾拒绝在2017年特朗普的总统就职礼上表演。更有网友发布视频恶搞特朗普神情演绎《我心永恒》这首经典歌曲。分析认为，患病多年后复出的基林迪翁日前在巴黎奥运开幕式惊艳演出，让他的人气猛增。特朗普团队卷入侵权是得不偿失。值得注意的是，在竞选集会上，即使拜登已经退选，特朗普仍不忘调侃他。We're going to get Joe Biden out of the White House. What's he doing now? Greg, what's he doing? 实际上，这2天全美国的媒体都在关注拜登的去向。当地时间8号，拜登和夫人前往特拉华州的里霍伯斯海滩开启度假模式，引发美国舆论的批评。有视频拍到拜登悠闲地躺在沙滩椅上打盹儿，而夫人吉尔则在一旁翻看一本名为《梦魇之瞳》的小说。期间应该是发现了媒体记者，工作人员随即搬来一把太阳伞遮挡住2人，引发现场骚动。今年初，曾有报纸统计，2023年拜登有37%的时间处于度假模式，而当前加沙局势紧张，俄乌冲突大有升级之势，美国总统竞选也日趋白热化，但拜登却两耳不闻窗外事。美国舆论批评他这是在逃避工作。拜登在宣布退选后，坚称自己还会继续担任总统，直到明年1月，但他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却有些心不在焉。拜登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说，曾经觉得自己只是一位过渡总统。When I ran the first time, I thought of myself as being a transition president. 虽然整个人透露出躺平的氛围，拜登还是不忘大力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击败特朗普。Although it's a great honor being president, I think I have an obligation to the country to d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and that is we must defeat Trump.